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乎银发族健康的大秘诀，怎么让年纪大的肌肉仿佛年轻10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提不起劲，走几步路就喘，爬个楼梯腿就发软。这其实很常见，因为人过中年后，肌肉量会逐渐流失。1989年，有位美国医师首次提出肌少症这个词，专门形容老年肌肉流失的现象。统计发现，30岁以后每年大约流失 0.5% 到 1% 的肌肉，40岁以后速度更快，每10年流失约 8%， 而70岁以后简直像开了加速器，每10年流失 15% 以上。想象一下，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们辛苦锻炼一辈子的肌肉，到了80岁可能丢掉将近一半，整个人也许就变得站不稳，走不动，生活品质急剧下降。难怪有人说，人生就是和肌肉流失赛跑。尤其对银发族来说，肌肉就是我们行动力和健康的根基，不能等闲视之。但是，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肌肉一年年消失吗？难道年纪大了，注定变成皮包骨，提不起重物，行动得靠扶椅子吗？绝对不。科学家发现，我们完全可以对抗这种命运，而且方法并不复杂。其中关键之一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是肌肉的建材，没有足够的蛋白质，肌肉就算想长也长不起来。然而现实中，许多长辈的蛋白质摄取量远远不够，有人胃口变差，牙口不好，每天吃的东西热量够，但蛋白质不足。有人怕三高，只啃青菜水果，结果营养失衡。统计资料显示，高达1/3的熟龄族群每天蛋白质吃太少。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大陆地区65岁以上的长者有超过70%蛋白质摄取不足。长期蛋白质不够会怎样？肌肉和骨骼会越来越萎缩无力，免疫力跟着下降，还更容易跌倒、骨折，甚至增加失智和失能的风险。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幸运的是，只要认真补肌肉，很多损失是可以弥补的。研究指出，年长者只要增加蛋白质摄取，并配合适度运动，肌肉力量和体能都能明显改善。有些长辈甚至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记录。美国有位80多岁的健美奶奶，原本只是平凡主妇，70岁开始健身，结果练出了结实的腹肌和二头肌，成为世界健美冠军级的人物。她每天都强调高蛋白饮食，早餐吃煮蛋清、鸡肉，喝乳清蛋白奶昔，搭配规律重训，用行动证明年龄只是个数字。还有加拿大一位70岁妇女，在女儿指导下，每餐优先摄取高品质蛋白质，2年内成功甩肉30公斤，并练出明显的肌肉线条，摆脱了三高药物的控制。日本也有位90岁的人，瑞奶奶，65岁才开始接触健身，持之以恒，终于成为高龄健身教练，身材和体能状态甚至比许多年轻人还好。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肯改变，肌肉真的可以回春。蛋白质就是他们逆转时光的秘密武器之一。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蛋白质要怎么补？难道天天吃大鱼大肉吗？年纪大了消化不了怎么办？别担心，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3种最强的蛋白质来源，它们比豆腐还便宜，比鸡蛋还更强，特别适合银发族使用。这3大高手正是帮助长者找回年轻肌肉的功臣。而且要强调的是，这些都不是什么昂贵稀有的补品，而是生活中平易近人的天然食物。现在就让我们一一介绍这银发族专属的蛋白质王牌，让营养补给不再是难题。第一种，来自大海的优质蛋白蛋清鱼肉。海里的鱼，陆上的肉。俗话说得好，鱼肉的营养价值一点也不输给陆上的畜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银发族而言，鱼类是上天恩赐的蛋白质来源。为什么这么说？想象一下，蔚蓝的大海就像一座天然的营养库，鱼儿在里面畅游，吸收海洋的精华，而我们把鱼捞上来吃，等于一次获得了高品质蛋白质和珍贵的 Omega-3 脂肪酸等多种营养，可谓一箭双雕。大家可能都知道鱼肉富含蛋白质，但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台湾南部很常见的一种平民鱼虱目鱼，营养师测定发现100公克虱目鱼的鱼肉含蛋白质约21公克。什么概念？一般鸡蛋1颗也就6到7公克蛋白，
等于吃半块小小的虱目鱼柳，就相当于3颗蛋的蛋白质。如果成人一天需要60克蛋白质，那只要吃200克虱目鱼，也就一条中型鱼的肉量，就能拿到1半以上的蛋白质需求。重点是虱目鱼并不贵，在产地台南高雄，传统市场一尾新鲜虱目鱼常常几十块钱就买得到，真的是比豆腐还便宜的蛋白质来源了。同样的，很多在地便宜鱼都很棒，比如青鱼、秋刀鱼、鲷鱼、鲈鱼等等，价格亲民却含有丰富优质蛋白。鱼肉的蛋白质品质非常高，它属于完全蛋白质，意思是鱼肉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且比例平衡，身体利用率很高。对比有些植物蛋白缺氨基酸，需要搭配食用，鱼就不需要烦恼这点。另外，鱼肉纤维细嫩，结缔组织少，比起牛肉、猪肉那种红肉来说，更容易咀嚼消化。很多长辈牙口不好，怕咬不动肉，可以试试把鱼蒸得软嫩或煮成鱼汤、鱼粥，肉质入口即化，蛋白质溶在鲜美的汤里，非常适合吞咽能力较弱的人。可以说，鱼肉是老人家好吸收、好消化的蛋白质来源。难怪营养师常建议牙口不好的阿公阿嬷多吃鱼，少吃肥肉。更厉害的是，鱼类除了蛋白质，还暗藏另一项对抗肌少症的利器 Omega-3 脂肪酸。这种存在于深海鱼、鲈鲑鱼、青鱼、沙丁鱼体内的多元不饱和脂肪，被发现有抗发炎和促进肌肉合成的作用。炎症是导致年长者肌肉流失的元凶之一，而 Omega-3 能帮助降低慢性发炎，同时提高肌肉对蛋白质的利用效率。有研究给老年人补充鱼油，发现他们肌肉蛋白合成率有所提升，肌力也略有增强。也就是说，吃鱼不只能提供材料盖房子，还提供了一批协助工人施工的润滑剂，让建造肌肉的工程更顺利进行，是不是很神奇？另外，鱼类普遍富含维生素 D 和钙质，特别是小鱼干、白鲳仔鱼这类可以连骨吃的鱼，对于维持骨骼健康、防止骨质疏松也有帮助。肌肉和骨骼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肌少症常常和骨质疏松一起出现。有了鱼肉蛋白和钙质双管齐下，肌肉变强壮的同时，骨骼也更结实，跌倒骨折的风险自然降低。我们的长辈其实自古就懂得鱼的好处，譬如日本冲绳是世界著名的长寿地区之一，当地老人家特别爱吃鱼和海产。冲绳100岁老人回忆年轻时，几乎每天都有鱼上餐桌，不是烤鱼就是海鱼汤，加上海菜豆腐一起吃。他们的健康秘诀就有一条，一天1碗鱼汤，腿脚壮又心不慌。再看台湾，在早年物资没那么丰富时，沿海居民常拿小鱼小虾当主要菜肴，反而比大鱼大肉更容易获得蛋白质。例如长辈们熟悉的文仔鱼粥，那一碗粥里满满的小白鱼，其实每一口都在偷偷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呢。现代营养学印证了这些古早智慧。2016年有份食物蛋白质排行榜，把常见鱼肉、禽肉做比较，结果发现某些鱼类的蛋白质含量和吸收率名列前茅，甚至胜过瘦牛肉和鸡胸肉。而且鱼的脂肪多为好油，适量摄取对长者心血管有益，不像肥猪肉含饱和，脂肪过多会伤身。当然，吃鱼也有几个小注意。首先要挑对鱼，尽量选择新鲜、野生或养殖环境安全的鱼，避免重金属超标。像旗鱼、尾鱼这类大型深海鱼，体内可能累积较多汞，长者不宜天天大量吃，反而是小型鱼，如青鱼、秋刀鱼、沙丁鱼更安全。而且小鱼便宜量多，一次吃个半碗小鱼干就提供满满蛋白质。第二是烹调方式，少油炸，多清蒸或煮汤。长辈消化系统较弱，清淡的鱼料理更容易吸收，也不会摄入过多油脂。比如可以将鱼肉剁碎做成鱼丸、鱼羹，或煮成软烂的鱼粥，方便咀嚼吞咽。第三是留意刺，提醒长者吃鱼时当心鱼刺卡喉。如果怕刺，可以选择刺少的鱼种，如虱目鱼、已经有去刺的肚片、鲈鱼、石斑等大刺鱼，或者吃加工好的无刺鱼产品，如去刺鱼排、鱼松。总之，妥善处理后的鱼绝对是长者餐桌上的明星食物。
总结来说，鱼肉这第一种蛋白质来源具备高蛋白、高利用率、易消化、附带 Omega-3 等多重优点，又不会像大红肉那样增加心血管风险。它价格实惠又营养丰富，完全对得起比豆腐便宜、比鸡蛋更强的称号。每天一道鱼料理，哪怕是一小碟煎丝木鱼或半碗鱼汤，都在默默为您的肌肉注入活力。对银发族而言，大海送来的这份礼物千万不要错过。第二种，便宜营养的植物蛋白齐齐，各种豆类。说完了动物界的鱼，再来看看植物界的蛋白之星。没错，就是我们日常餐桌上最平凡却最被低估的食物之一——豆类。中国人常说，豆鱼蛋肉是主要蛋白质食物，排名第一的就是豆。其实祖先的智慧早就指出了，豆子虽然不起眼，但却蕴藏着惊人的营养能量。对于不太爱吃肉或不能吃太多肉的长者来说，豆类和其加工食品简直就是救肌肉的法宝。先来看看我们最熟悉的黄豆。黄豆被称为田里长出来的肉，含有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干黄豆计算，蛋白质含量高达 36% 左右。当然，煮熟后因为吸水会稀释一些，不过仍然是植物中数一数二的高蛋白。更棒的是，黄豆的蛋白质也是完全蛋白，拥有全套必需氨基酸，这点在植物里非常难得。大多数豆类缺少甲硫氨酸，但黄豆较为均衡，所以吃大豆制品，比如豆腐、豆浆，其实可以获得和吃肉接近品质的蛋白质。而且黄豆不含胆固醇，还富含对心脏友善的卵磷脂和植物固醇，长辈多吃豆不怕心血管负担。相反，有研究发现，常吃黄豆有助于调节血脂、稳定血糖，对于预防慢性病有益。难怪东亚饮食文化中，豆制品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从早餐店的豆浆、油条，到餐桌上的豆腐、豆干、味噌汤，我们几乎一日三餐都少不了豆。不过，很多人提到补充蛋白质，第一反应还是想到鸡蛋、牛奶、肉，反而忽略了豆子，以至于有些长者每天只吃半块豆腐，觉得那是素菜，没把它当主要营养。其实只要吃对豆，吃够量，豆类完全能成为肌肉的强力后盾。举例来说，一块传统板豆腐约100克，含有8克左右的蛋白质。同重量的豆干因为水分少，蛋白质高达15到20克。如果是浓稠的豆浆，一碗300毫升，大概也有9克蛋白。可别小看这些数字，把它们加起来，早餐喝碗浓豆浆，中餐来块豆干卤肉，晚餐半盘嫩豆腐煮汤，光靠豆制品一天就能摄取将近30多克蛋白质，已经和吃半斤瘦肉差不多，但价格却便宜许多，还顺带摄取了满满植物纤维，对肠胃超友善。谈到纤维，这是豆类给长者的额外礼物。植物蛋白源，比如豆子、坚果，跟动物蛋白源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含有膳食纤维。豆类特别富含水溶性纤维，能帮助稳定餐后血糖，降低胆固醇，同时总纤维也高，有助于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很多银发族都有排便困扰、血糖偏高的问题，所以吃豆不仅补肌肉，也在默默保护肠胃和代谢呢，一举多得。难怪营养师爱把各种豆子列入养生饮食建议清单中。世界各地长寿老人几乎都有吃豆的习惯。2005年有一项著名的蓝色地带研究，探访全球5个长寿村，结果发现一个共同点，当地老人每天都会吃豆子，不管是日本冲绳的岛豆腐，意大利撒丁尼亚的鹰嘴豆汤，还是中美洲尼科亚的红腰豆炖肉豆类，供给了他们大量营养而不致肥胖。另外，联合国也相当重视豆子的力量，特地将2016年定为国际豆类年，呼吁各国重视豆类在粮食与营养中的重要角色。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豆类富含蛋白质且环境足迹低，是未来可持续饮食的关键。可以说，豆子不仅对个人健康，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营养安全都意义重大。我们华人自古善用豆类，真是走在养生前端啊。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哪几种豆特别值得银发族去吃？其实各种豆子各有千秋，黄豆营养最全面，黑豆强调抗氧化养肾，红豆补血利尿，蚕豆、豌豆淀粉较高，但也有一定蛋白质。
就增肌这件事，营养师特别推荐2个宝贝，一个是黄豆及其制品，另一个是鹰嘴豆。先说黄豆系列，除了刚刚提的豆腐、豆浆、豆干，还有非常适合长辈吃的毛豆和黑豆。毛豆其实就是未成熟的黄豆，煮熟后软糯可口，每100克去壳，毛豆含约11克蛋白质，营养密度很高。长辈可以把毛豆当零食或配菜，一边看电视一边剥着吃，不知不觉就补充了蛋白。黑豆则是黄豆的近亲，蛋白质含量与黄豆相当，但富含花青素等植化素，在中医食疗里被视为养肾佳品。许多老人家相信以形补形，黑豆像肾脏而补肾。虽然这是民俗说法，但黑豆确实营养丰富，矿物质高，拿来熬汤或煮粥，既增加蛋白又补充微量元素，对增强体力很有帮助。再来谈谈鹰嘴豆，这种豆子可能有些长辈不熟悉，它长得圆润，表面有个尖尖小凸起，像鹰的嘴而得名。鹰嘴豆在地中海、中东一带很常见，被称为长寿豆之一。它的蛋白质含量约19到 20%， 比一般谷物高出许多，虽不及黄豆，但胜在营养均衡。鹰嘴豆富含钾、镁、叶酸和维生素 B 群，对心脏和神经有益。它的升糖指数低，糖尿病长者吃也很适合。而且鹰嘴豆口感绵密，可以煮熟后压成泥，也就是鹰嘴豆泥，混橄榄油和芝麻酱做成鹰嘴豆泥酱，抹在面包上当营养早餐，或者直接炖煮成汤，加入沙拉，都是增加蛋白的好方法。最妙的是，鹰嘴豆有种坚果香气，很多平常不爱吃豆的长辈反能接受这种新奇豆子的味道。一旦喜欢上，每天吃上半碗，相当于吃进去1颗蛋的蛋白质，但不会摄取胆固醇，还顺便补充很多纤维，比吃蛋更划算。最近也有不少报道称，鹰嘴豆蛋白质含量比鸡蛋还高。虽然严格来说，按重量计算并非高好多倍，因为鹰嘴豆也有碳水化合物，但如果换算每卡路里蛋白质，鹰嘴豆确实是比鸡蛋更优秀、更低热量的蛋白来源。所以长辈们不妨尝试把这味异国豆浆引进餐桌，为健康加分。除了直接吃豆，还有一种平常会被丢掉的隐藏版蛋白质，也一定要提及，那就是豆渣。豆渣是我们打豆浆、做豆腐时滤掉的黄豆纤维和残余豆泥。很多人以为豆渣没营养，直接当厨余喂猪或倒掉，其实大错特错。豆渣可是一点也不渣，它虽然被过滤掉部分油脂和糖分，但纤维和蛋白质的含量极高，而且非常便宜。有检测发现，干燥豆渣的蛋白质含量约 25%， 纤维高达 50%， 甚至有资料指出，从粗蛋白比例看，豆渣中蛋白质成分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换句话说，本来当废物丢掉的豆渣，其实是比鸡蛋更强的蛋白宝库。在日本，豆渣被视为珍贵的健康食材，许多养生食谱用豆渣来取代部分白米或面粉，制作低碳水、高纤维的主食或点心。对糖尿病或减重的长者而言，这简直是福音，既有饱足感，又补充了蛋白质，血糖还稳定。一些台湾在地品牌也开始推广豆渣食品，例如把豆渣加入芝麻和燕麦做成养生饼干，口感松软又有营养，是不错的小点。在家里，我们其实也能利用豆渣，打完豆浆剩的湿豆渣可以拿来做饼或包子馅，或拌入鸡蛋葱花煎成豆渣菜饼，香气浓郁，营养加倍。如此一来，一份黄豆2种吃法，连豆渣都物尽其用，既节俭又健康，何乐而不为？总而言之，豆类这第2种蛋白质来源，优势在于价格低廉，来源广泛，营养全面。不管是传统的豆腐豆干，还是新潮的鹰嘴豆泥、豆渣点心，都是银发族的营养宝库。更棒的是，豆类饮食变化万千，清蒸、红烧、煲汤、磨浆，入饭、入甜点，任君挑选。长期把豆子吃起来的人，通常消化系统顺畅，体脂肪较低，肌肉也不会太差。想让自己的黄金岁月更有力气，就千万别忽视碗里那些朴实无华的豆豆们。每天半块豆腐或一杯豆浆，看似平凡，其实是在为您的肌肉存款。难怪有人笑称，不吃肉也能长肌肉，秘密就在豆腐板上，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第3种，容易吸收的动物奶蛋白，汲取牛奶及乳清。介绍了鱼和豆这2大天王。最后登场的是奶制品，也就是牛奶及其衍生的蛋白质。或许有人疑问，年纪大了，不是很多人乳糖不耐，不太喝牛奶吗？但其实奶类对于银发族而言，可能是最方便有效的蛋白质补充来源之一。尤其当食欲不振或咀嚼困难时，一杯温牛奶下肚，就像给全身的肌肉打了一剂营养点滴，省力又快速。我们先来看看牛奶的营养构成。牛奶中含有优质的蛋白质，比例约占 3% 左右。别看这个百分比不高，因为牛奶超过80%是水，实际上一杯240毫升的牛奶就有将近8克蛋白质，接近1颗鸡蛋的量。而且牛奶蛋白中有 80% 是酪蛋白， 20% 是乳清蛋白，两者都是生物价极高的蛋白质，它们含有人体全部必需氨基酸，其中乳清蛋白更是以消化吸收速度快，含高量支链氨基酸而闻名。白氨酸是启动肌肉合成的触发开关。研究发现，老人对蛋白的反应敏感度下降，必须摄入足够多白氨酸才能有效刺激肌肉生长。而乳清蛋白含约 10% 以上的白氨酸，比例比鸡蛋还高，鸡蛋约7到 8%， 可谓比鸡蛋更强的合成刺激物。因此喝牛奶，特别是补充乳清，对银发族增加肌肉的效果相当不错。很多营养师都建议长者每天至少来一杯奶，不仅补钙强骨，还能提供优质蛋白质。除了直接喝鲜奶，奶类的进阶版空发酵乳制品和浓缩蛋白也是值得推荐的。像优格和起司都是将牛奶浓缩发酵而成，蛋白质浓度更高。以无糖希腊优格为例，100克含蛋白质可达10克以上，比普通牛奶高出许多。长者每天吃几大匙优格拌水果，就是很好的一次蛋白点心。而起司中的帕玛森、干酪等硬起司，蛋白质含量更是高达 30% 以上。但由于起司偏咸且脂肪也不低，建议适量即可。倒是可以利用起司增加食欲，改善清淡食物的风味。至于乳清蛋白粉，近年来不仅健身年轻人在喝，许多长者也开始接受这种产品。医院和照护机构常给营养不良或术后恢复期的老年人补充高蛋白配方，就是因为乳清蛋白粉冲泡方便，吸收快速。有长者形容，喝一杯乳清就像全身细胞都吃到营养了，精神马上好起来。当然，乳清蛋白粉属于加工提取的营养品，价格相对高一些，但如果老人家胃口小，吃不下肉类，用泡牛奶或豆浆调一杯乳清饮品，无疑是简单有效的选择。市面上也有专门给银发族设计的高龄奶粉，添加了维生素 D、钙和较高蛋白质，每天早晚各冲一杯，对维持肌肉和体重很有帮助。值得一提的是，鸡蛋本身其实也是极佳的动物蛋白，且物美价廉，烹调容易。在本段我们主要谈奶，并不是要长辈放弃吃蛋，相反，鸡蛋可以说是被大大低估的营养库。一颗蛋除了约6到7克优质蛋白，蛋黄还富含胆碱、维生素 D 和 B12 等对大脑和神经有益的物质。很多老人家怕胆固醇高不敢吃蛋，其实最新观点认为，每天1颗蛋不会显著提高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改善营养状态。所以完全可以把鸡蛋作为日常蛋白来源之一。只是相较之下，牛奶和乳清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吸收更快，白氨酸含量更高，而且是液体，容易入口。因此我们说奶蛋白比鸡蛋更强，是着眼于吸收效率和促合成效果。理想的情况其实是两者搭配，早餐来颗水煮蛋，配一杯温牛奶，运动后或睡前喝份乳清蛋白粉，烹调饭菜时打个蛋花增香，如此奶蛋并进，肌肉想不长都难。谈到运动，不得不再次强调，蛋白质补充加主力运动才是完美的增肌黄金组合。如果只顾猛喝高蛋白，但整天久坐不动，肌肉还是会懒洋洋的躺平，无处安放那些养分。相反，如果配合适当的肌肉锻炼，不需要太剧烈，举哑铃、弹力带、拉伸或深蹲都算，再加上蛋白质补给，肌纤维会得到刺激和养料双重信号，自然而然的变粗变强壮。国际营养学界在2013年提出
Prater 建议指出，长者每日需要每公斤体重 1.0 到 1.2 克蛋白质才能维持肌肉，比年轻成人建议量还高。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重的长者每天大约要60到72克蛋白，平均到3餐大概要每餐20克左右才行。而研究也发现，每餐如果能摄取 2.5 克以上的白氨酸，相当于25到30克高品质蛋白，更容易触发肌肉合成。所以我们在安排饮食时，不仅要算总量，还要讲究餐餐有蛋白，分量要足够。喝牛奶配坚果水果当点心，3餐中鱼肉蛋豆奶都要上场，如此平均分配，比一天只在晚餐吃一大块肉来得有效。对于胃口很小的长者，可以考虑少量多餐，在2餐之间加些富含蛋白的小点，例如半杯优格、半份豆花、一些起司或蛋奶酥，这样即使一餐吃不下太多，累积起来一天也能达标。最后再让我们回顾一下这3大最强蛋白质。第一是鱼，特别是经济实惠的鱼类，给我们优质又好吸收的蛋白，外带 Omega-3 助肌肉一臂之力。第二是豆，物美价廉的植物蛋白明星，提供蛋白同时带来纤维和多种营养，甚至连被丢弃的豆渣也是宝。第三是奶浓缩满满必需氨基酸的动物奶蛋白，方便入口吸收迅速，搭配运动效果加成，它们各有千秋，又能互相补充，组成银发族餐桌上的增肌3剑客。最棒的是，这3样食品都非常平民化，根本不需要你大破费去买什么昂贵补品，比豆腐便宜不是说说而已。一把黄豆的价格，一条小鱼的价钱，就能换来宝贵的蛋白质，比鸡蛋更强也绝非虚名。科学证明它们确实能在质和量上胜出，帮助年长者有效增强肌肉。各位长辈朋友们，或是关心长辈健康的家人们，在了解这些知识之后，是不是对餐桌有了新的灵感呢？不要再让白饭配酱菜成为日常，记得端上蛋白菜色，煎条鱼，炒个豆腐，来杯牛奶，卤颗蛋，为自己的肌肉添砖加瓦。刚开始可能觉得吃不下那么多蛋白质，但慢慢调整，身体会出现变化，走路稳当了，提菜篮子轻松了，精神头变好了。那种感觉就像身体时光倒流，重新找回10年前的劲头。不夸张地说，充足的蛋白质配合训练，真的可以让一位70岁的长者拥有60岁时的肌肉力量。听起来像奇迹，但这奇迹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见证过太多案例，曾经虚弱的老人，半年内透过营养和运动的改变，重新提起重物，站得稳如泰山。原本驼背怕冷的身躯，逐渐挺直有力，自信满满。这就是蛋白质的魔力，也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潜能。或许有人感叹，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折腾得动吗？答案是肯定的。肌肉对年龄的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积极。不管您是60、70还是80岁，只要给予足量的营养和刺激，您的肌肉依然愿意生长。把今天介绍的3种超强蛋白质融入日常饮食，再配合适当的活动，您的身体会慢慢呈现惊喜。记住，照顾好肌肉，就是在照顾您的未来生活品质。当您有了足够的肌肉，您就有力量去追求晚年所有美好的可能。环游世界也好，陪孙子玩耍也好，参加社交活动也好，一切都因为健康的身体而变得触手可及。银发之路并非一路下坡，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智慧的营养策略，为自己打造一副硬朗的老年体魄。从今天开始，就让鱼、豆、奶这3大蛋白好朋友陪伴您，每一天都强健一点点。相信不久的将来，您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岁月带不走的，正是我们积攒的健康与肌肉。现在就举起手边的牛奶，夹1筷子豆腐，品1口鱼汤，为更有劲的明天干杯吧。您的肌肉一定会感激您今天做出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向着肌龄减10岁的目标迈进。祝每一位长者都能拥有强健的肌肉、充沛的体力，乐享精彩银龄。